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市面上流传了一个房价下跌时间表，说这个中国的房价会下跌，而且这个下跌时间表这个中国房价什么时候下跌会跌多少，都弄得很详细就有这个粉丝朋友问我这个中国房价的这个下跌时间表到底可不可信？那么我想今天呢，钱道就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要想弄明白房价会不会下跌这个问题，我想呢，首先咱们先要弄明白房价为什么上涨有人会说这个房价是给炒上来的，是吧？中国的房价泡沫很严重。其实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很对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我觉得并不全面。房子是给炒上来的，但是我们得先弄明白，你说这个炒房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2001年12月份，中国进入了 WTO 以后就进入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贸易顺差是逐年的增长。这几年几乎每年的贸易顺差都达到了4000亿美金。大家想一想4000亿美元咱们赚过来，我们实行的是外汇管制这样一个制度，美元它不能够在咱们国内流通所以央行就必须发行跟进入中国的美元相当的人民币，然后以人民币在国内流通。中国印出来相应的人民币4000亿美金，那就是28000亿人民币那请问这个钱到哪里了呢？物价好像几乎没什么变化我们来看一下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洗衣机家电那块洗衣机大概也就1000块钱，现在差不多也是1000块钱吧。空调大概5000块钱，现在我想2000块钱就能买得到吧01年的时候冰箱要2000块钱吧，现在差不多也是2000块。电视机要5000块，现在我想2000块钱也能买得到。这个是家电咱们再看看吃的。01年大米应该是1.5块左右现在差不多2.5块，涨了1块钱。01年猪肉价格均价差不多18块左右，现在也差不多18块左右。包括蔬菜水果好像都没怎么涨。应该说衣食住行除了房价以外，基本上从01年到现在2020年了，10年下来了，没有什么上涨，有的可能还跌了。我们的股市也基本上没涨，那赚的钱跑到哪里去了呢？那就是房子。因为房子它确实就是一个吸收通胀的一个工具。老百姓的工资呢，01年1500左右吧，现在呢15000左右。当然有人说这个还有拿3、4千的这个我不否认，刚参加工作的基本上工资3、4千的很多。01年刚参加工作的也就800块钱左右，我讲的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10多年的时间，我们老百姓工资涨，我们的贸易总额涨，我们的 GDP 增长，赚的钱都跑到房子里面去了。那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房子它怎么涨起来的，炒房子的钱从哪里来的这个来源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房子会不会下跌，或者呢未来房子还会不会上涨。我想这个现在房住不炒应该是现在的基本国策，这是不会变的。所以炒房子我觉得未来肯定没有前途。关键是现在房子基本上也不会再建了我们的大基建基本上都饱和了。90年代的时候，人均住房大概也就是4、5个平方，现在呢人均50个平方都有我说的是人均这个呢我们不要用那个有人还没有房子来抬杠。你一般北上广深没有房，老家也会有房子。而这个城市的空置率还非常的高。2019年的时候，住房空置率这个数据达到了29%。所以我估计以后房产税空置税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会立法推出。
所以啊，你再炒房子，我觉得完全是逆势而为了。那这样来看的话，房价应该不会再上涨，尤其是2、3线城市。那会不会跌呢？我个人认为啊，这只是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我觉得房价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应该不会大跌，但是可能会略有微调，然后呢，会维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为什么不会下跌呢？我想，如果说下跌的话，它是要有基础的，那我们就看一看下跌的基础是什么。房价如果真正下跌，我觉得根本原因只有什么？经济转差了，通货紧缩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消费了。如果我们国家未来的经济仍然会高速增长，大家手里面不缺钱，那房子怎么可能会有下跌的基础呢？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现在的经济情况啊。现在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好像是出现了经济放缓的苗头，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它不是长期性的。尤其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讲，你不管是贸易战也好，疫情影响也好，对于中国的根本来说啊，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啊。美国跟我们搞贸易战，实际上美国占我们的贸易总额并不大呀，欧盟才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现在受这个新冠疫情影响，它的这个影响也正在变小啊，他们都在努力的复工复产。我们和欧盟的贸易都很正常，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前不久更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而更不出意外的是什么呢？今年年底之前 RCEP 贸易协定会签订，未来东盟极有可能会取代欧盟成为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这样一来的话，美国跟我们的贸易占比就会更加缩小，我们只不过是什么，把合作地点做了改变。那么在这里呢，就提醒做外贸的朋友啊，尤其是做美线的，可能我们要换一换思路了啊，不能够在美国一棵树上吊死。未来呢，贸易伙伴可能要变一变。尽管呢，今年这个经济增长受疫情影响会有所放缓，但是最起码我们还是增长的，而且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增长依然会是在快车道上，所以不存在经济变差、通货紧缩的问题。那房价就没有大幅下跌的基础。那这样问题就来了哦，既然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会是高速增长，而我们呢是世界工厂，那必然会产生贸易顺差呀。那顺差的钱怎么办啊？如果说还是流入到市场里面，那还不是会跑到房子里面去吗？房价还不是会上涨吗？其实啊，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相信啊，未来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啊，我们只需要加大进口必需品，把贸易顺差拉平就好了。其实成为最大的进口国，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内需来讲，还是咱们中国提升国际地位来讲，会有非常多的好处。首先大家想一想，美国经济衰退那是不可避免的，中美脱钩那是大势所趋啊，我们的外汇那就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购买美债了，直接去购买物资就好了。美债利率现在其实已经是相当低了，赚不到钱。万一啊，美国因为这个受疫情影响，经济大幅衰退，它迫不得已再实行负利率，那美债基本上就已经失去了投资价值，美元的霸权也会逐步的不存在。咱们花钱买物资啊，完全可以逐步的要求对手国用人民币来付款。那作为第一大进口国，我们才有资格要求别国用人民币，是吧？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也就会越来越顺。我们的进口量增加了，咱们中国老百姓那就会是直接的受益者，有利于平抑物价，促进消费。那消费增长了，咱们的 GDP 自然就会增长，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我们中国国际地位也会因此得到大幅的提升。所以进口这个第一大国好处是很多的啊，我们这里呢是讲房价啊，这里呢就不做更多的赘述。中国呢把进出口拉平了，外汇储备把它降低，
那每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逼着我们必须要印钞票，那通胀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了。没有通胀压力，房价就不会上涨，也就不需要国家来硬性调控，光用市场调控房价就会维持一个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未来房价下跌这个时间表完全没有必要相信我个人觉得未来中国房价会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水平，既不会上涨也不会下跌。中国未来应该会维持在一个低通胀、高增长、健康发展的一个轨道上当然这个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如果观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都可以给我来信。好的，感谢收看我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